在水下洞穴被困30小时后，救援队终于找到了我，可我怎么也不肯走，不是不想活，而是不敢再把那条路重新走一遍。2014年7月19日，我们4人出海，来到西班牙的赫罗纳省海岸潜水。按照计划，3人下水，1人在船上留守。大家都是累计潜水700多小时的老潜友了，经常一起下水，所以谁也没太把这次潜水当回事。沿着海岸的岩壁下潜，下方遇见一道裂开8米的缝隙，就是阿克斯洞。钻进去是一条向上的通道，底下全是碎石，贴着它往上游进入龙虾区。这里生活着大量深褐色的海龙虾。面对我们这群不速之客，他们趴在阴暗的角落里蠢蠢欲动。向上拐过一个90度的弯，进入主厅后，空间猛然打开，最宽处能有40米，大得不像在洞里。底下是一片白沙，水质清澈无比。再往前，洞道急剧收窄，底部沉积了大量淤泥。其中1名同伴觉得太过危险，也没有铺设引导绳，决定掉头返回。其实故事已经给过一次退出的机会，但我们没有抓住。我和另1名同伴继续往里游，通道越来越低，越来越窄，有的地方只剩80厘米，胸部和背部必须擦着岩壁硬挤过去。此时淤泥不可避免地被搅动起来，清澈的洞道转眼只剩下一团浑水。我不知道出口在哪，也不知道自己刚才是从哪个方向游过来的。这条只有80厘米宽的窄缝忽然变成了一座没有墙的迷宫。在几乎绝望时，窄缝忽然到了头，四周的空间一下开阔起来。原来我们正进了一片地下湖。手电向上扫去，隐约有一道穹顶。出于求生的本能，我们立马上浮，果然找到了一处气穴空间。通俗来说，气穴空间就是一团被困在岩石内部、未被水淹没的空气泡。这意味着气瓶耗尽后，我们也能靠这团空气继续呼吸。大喜之余，我和同伴掏出手机拍照留念，乐得打趣道：“这要是救援队来了，不得吓一跳！好家伙，尸体怎么还会说话？”可我们不知道，这团救了命的空气正在慢慢变成毒气。人在密封的空间里呼吸，会一点点耗光氧气，吐出的二氧化碳越积越多。它看不见、闻不到，却会让人头痛、发晕、一时模糊，最后昏过去，再也醒不来。最残酷的是，我们虽然离入口并不远，可那段路要穿过80厘米的窄道，2个急弯，一片搅浑的泥底，图上只有几十米，洞里却是一条回不去的路。与此同时，2位同伴迟迟没有等到我们上浮，便立马报了警。下午3点半左右，西班牙顶尖的官方救援队 GS 赶到现场，但洞内的水质浑浊不堪，无法潜入深处搜救，只好在洞道前半段先铺设一条45米的安全引导绳，而救援行动也在无形中变成了打捞行动。次日，随着泥沙慢慢沉降后，救援人员再次进入，穿过末端窄道进入了地下湖。12点05分左右，我恍惚看见下方出现了一束灯光，那不是幻觉，是救援队终于来了。当时水已经淹到了胸口，导致我浑身湿温发抖，喘不上气，意识已经模糊，丧失了行动能力。更棘手的是，我拒绝离开这里。这听起来似乎很作，但于我而言，想活下去就必须重新潜进那条恐怖压抑的窄缝。我不是不想活，是本能已经没有勇气再重新走一次了。接下来的救援不只是技术问题，而是在洞穴里一点点把我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。GS 潜水员轮流下潜，安抚我的情绪，甚至往洞里运送了7200升医用氧气，试图更新那个已经变质的空气泡。他们用浮力补偿装置临时做成垫子，让我尽量离开冰冷的水面，又把供氧调节器放在我嘴边，让我先恢复呼吸和意识。然而最难的是让我同意离开。在救援队的协调下，一位相处多年的老友兼前伴潜入洞中安抚我。看到熟悉面孔的那一刻，成了最有效的心理救援。为了将我带出狭窄的通道，2名潜水员冒着巨大风险清理碎石。期间有人一度被卡在裂缝中，
只能在能见度为零的极端环境下卸下气瓶，脱困后才得以继续前进。下午4点20分左右，我终于被带出水面，随后由医疗直升机送往医院治疗。从发现我到把我带出洞穴，救援持续4小时20分钟，前后进行了14次下潜，16名潜水员参与其中。后来康复后，我才知道，进入气穴空间不久后，我63岁的同伴就因体力不支和二氧化碳中毒昏迷溺亡了。救援队最后在地下湖的底部找到了他的遗体。对于这起事故，官方给出的结论非常直接：过度自信，缺乏洞穴潜水训练，装备不匹配，尤其是没有铺设引导绳。我们虽然都是经验丰富的开放水域潜水员，但开放水域和洞穴潜水完全是两个概念。在开放水域，整个海面都是出口，但在洞穴里，那就是一条单行道，走错一步就得全村开洗。所以洞潜真正可怕的，并不是你找不到出口，而是在那种极度受限的视野和心理压力下，你明知道出口在哪，却觉得它遥不可及。2019年，这件事迎来了一个迟到的结尾。当年为了救我，2名 GIAS 潜水员在紧急关头打破了部分安全规程。他们本应该获颁红十字勋章，却被内政部拒绝，为此2人打了很久的官司。最终，加泰罗尼亚高等法院裁定，他们明知危险重重，仍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了救援，下令为他们授勋。法院看到的是2个普通人冒死救回了一条人命，这份勇气配得上任何勋章。而内政部坚守的则是安全铁律。自 GIAS 于1981年成立以来，已有5名成员因公殉职，因此内政部拒绝的从来不是这2人的勇敢，而是想死守住一条底线。救援不该用命去换命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当年他们没有走进去，今天就不会有我。所以这件事注定没有完美的答案，究竟是致敬勇气，还是恪守规则？天平的两端承载的都是沉甸甸的人命。这就是洞潜，一座四周都是高墙、退无可退的迷宫。